高雄在地人閒聊，你還看不起鳥松？壽險資金先卡位了先做結論，台灣人壽不只標下鳥松都更案，他參與了特茂3，一次押進2塊地，然後他之前就有圖書館2期等於宣告高雄就是他接下來10年想要長期持有的核心資產。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淡江大橋通車了，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台灣人壽標到鳥松都更案這是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台灣人壽擴大公建不動產版圖公共建設那內容是這樣，就是台灣人壽在2026年4月正式拿到鳥松都更案最優申請人資格，預計投入180億開發完成後總市值上看251億，那預計2028年開工，2034年完工。那招商範圍可以看這張圖就是澄清湖旁邊這一大片土地都是跟那個醫院一起的然後那個醫院的話現在的停車場就是以後的捷運出入口捷運黃線。那它規劃要蓋什麼？3棟商旅旅館1棟健身中心，我也不是很懂，健身中心不是有就好了，怎麼要1棟？跟2棟社宅社會住宅。所以這180億不是全部拿去蓋高價住宅，而是把運動、醫療、商旅跟社宅捆綁成一個生活園區。而且未來捷運黃線通車，這邊有一個站你看吧，人家大企業這個目光長遠啊，我們在那邊放一個房子，然後他們千算萬算都是想說5年倒數回來，你看人家眼光直接給他看到2034，他也沒差，就這樣。再來你要知道為什麼壽險公司要做公辦都更案就來聊一下说台灣人壽你本業做得好好的壽險業特許行業你跑來做公辦都更是要幹嘛原因很簡單，壽險公司手握大筆保費，那最頭痛的就是找到長期穩定且抗通膨的標的那公辦都更案最穩妥了，從開發到營運動輒10年為單位剛好能夠匹配保單的長期給付需求。那第二個原因是法規法規站在他們這邊。你知道壽險業是不能買住宅的嗎？就不能你想想看，壽險那種1000億的資金跑進來炒房，那還得了那金管會這幾年有開始鬆綁一直在鬆綁壽險資金的限制，開始鼓勵把錢放回國內的，不是住宅也不是陶朱隱園是國內的公共建設。而且2024年又把不動產的最低收益率從 2.97% 下調到 2.545%， 也就是說過去壽險公司他想要投資公共建設跟不動產本來有一個很高的門檻，然后現在这個門檻被官方自己主動降低了，所以當壽險前願意一次砸180億在鳥松這等於是在告訴市場說我就來跟你輸贏，10年在這塊土地我 OK 這樣。那最後我們來講台灣人壽也有投資特茂3我當初被這個新聞吸引的點也不是鳥松，而是這個劃線的地方。台灣人壽亦積極參與多項公共建設與 BOT 案，包括宜蘭清水建設案、台中洲際棒球場 BOT 案、高雄特茂3公辦都更案及南投日月行館等。對，台灣人壽也有投資高雄特茂3他做特茂3的哪呢？你看這一段，國陽集團與台灣人壽合組團隊新紀元國際，星是星星的星，天上的星星新紀元國際共同標得高雄特茂3南基地之北就是南之北的公辦都更案這個就是一個關鍵訊號了。因為壽險公司看土地它的眼光跟時間的容忍的尺度跟一般投資客完全不一樣。一般投資客他們看房就像我說的嘛，5年倒數回來那壽險公司看的是什麼？10年、20年、30年的現金流是這樣是資產配置是他賺少沒關係，細水長流他就 OK 了。這塊地未來能不能穩穩的帶來收益才是他們 care 的東西。我們現在高雄特茂3就高雄圖書館總館後面不是有誠毅酒店嗎？它叫台灣人壽大樓呢，那個是圖書館2期那個也是他蓋的，只是現在就租給那個誠毅酒店是這樣子開始做一些公辦都更。然後果不其然就旁邊的特茂3南之北它也要蓋南之南的話就是新灣區安藤忠雄案那北基地呢反正就3塊。特茂3北基地、特茂3南之北、特茂3南之南北基地就新復發，就這樣。所以當你看到台灣人壽一邊參與鳥松的都更，我講鳥松怕你以為在山上還是什麼，反正就是那個澄清湖長庚醫院，就這樣想就對了，就是那一帶。那一邊又押進特茂3，你就知道台灣人壽對高雄的發展有沒有信心？有啦，100億的呢，他對股東負責的呢。
他也正在把高雄某個區域至少2個區域啦當成長期持有的核心不動產在配置。所以當你下次經過成功2路看到那一片圍籬的時候，你抬頭看一下不只是那一塊工地那是台灣人壽接下來10年、20年、30年在南台灣最主要的不動產投資主力講完了我來幫你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的台灣人壽願意砸180億投入一個要等到2034年才會完工的公辦都更案，到時候那邊剛好是捷運黃線的第一階段算了，這個我八卦再講。好，那因為他們看的就不是3年5年的短期的漲幅而是10年20年長期的穩定現金流。保單要一直給對一直給錢給，你以為他收錢回來而已他一直給錢給出去所以他們也很需要的東西。然後法規本來又限制他說你不能炒房那你做商辦蓋新的那個投報也還好那就讓他參與公辦都更那他算一算以後，真的只要有 3% 4% 穩定的收益那個大錢就會灌進來了。那更重要的是，台灣人壽不只參與鳥松也有高雄特茂3公辦都更案，所以這件事情的重點就不是鳥松的房價會馬上噴，而是你覺得台灣人壽去做這個，他有在說我蓋下去我旁邊的那個房價就會噴了，所以我要去蓋，不是這個道理是我們在看說所以會有這麼漂亮的園區那邊的話是不是就有機會，如果你的工作生活也需要的話，或許那邊就可以考慮。那邊本來就有一個小重劃區了那邊幾乎都是城陽城陽建設蓋的房子。那這些壽險資金對高雄也是相當有信心正在把高雄長期資產來做深入的布局。那筆錢投下去10年20年不會動啦，所以很好啦，它不是那種投下然後立刻又像那個退潮一樣所有大錢通通都突然就不見了，不会，投在那邊就是投在那邊。你看图書館2期總圖2期那個誠毅酒店開到現在不是 Jose 還蓋了一個網紅游泳池，對不對空中泳池，地震網紅，每次地震都要調他監視器看那個水這樣子把它潑到樓下。最後我想問你，看到台灣人壽鳥松跟特茂3，你會想要跟着進場嗎？會，這是大錢進場的訊號。B 不會，現在已經漲太多了。C 先觀察，不急着進場。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置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就是壽險業者在其他縣市的布局，尤其是台北市、新北市還有比方說桃園跟台中他們因為它的地價比較昂貴，尤其是雙北地區，所以壽險業者甚至會去做所謂的地上權地上權的案子。那在高雄還可以然後就把它標下來自己經營自己蓋，就這樣。然後他們有個共性，就是喜歡自用跟出租兩相宜，就是它裡面也要有放自己的辦公室啦。那壽險業者真的是被法規死死的規定不能進台灣房地產，不然你想想看，今天這個投資多好，180億全部拿來買高雄的房子，那可以買一整棟建案然後怎樣？然後酒店式管理，然後出租做社會住宅怎么樣？把房租拉得高高的。明年又有180億，後年又有180億，賣，壽險業者就光靠自己就可以把台灣的房租給拉高到爆，把房價炒高到爆，房租拉高，房價就會高然後這個房價高的話，就可以做增貸，那法人也可以去做增貸，所以台灣的法規一直都很防守，不讓壽險業這種1000億等級的大錢衝進住宅房地產，弄下去沒有所謂居住正義啦。國外就不一樣英國啦、美國啦。反倒是蠻鼓勵法人來做的，
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地區一個街區怎麼樣？出現了企業壟斷的現象啊，壟斷之後就是全部他說了算，房租一定會被拉得高高的，因為企業是怎樣？企業是求利的啊，他要盈利啊，然後他發現說這邊的需求很好，那我的房子房源就這麼多，我把價格定高啊，你也會來租，那我當然就是給他高下去啊，所以怎麼講呢？我們感謝政府政府雖然你一打開網絡新聞全部都在罵政府，但政府還是有明白人的，他至少知道說這個東西衝進台灣房地產，一般中產階級絕對是叫苦連天，那個房價絕對是高不可攀，絕對是讓你租房子，然後我們就活得像個美國，叫做工作收入有1/2，通通都要拿去繳房租，1/2還是一對夫妻一對夫妻1/2全部都要拿去繳房租，甚至會超過，很恐怖啦，所以就這樣。那你看現在政府這樣子開閘放水，那把水放到什麼公辦都更區，我個人認為很好啊，非常的理想啊。他雖然說要蓋3棟旅館，你說台灣人壽跟旅館什麼關係啊？不就像誠毅酒店那樣？那邊還有什麼？那邊還有長庚醫院長期陪病的人跟棒球場然後那邊附近還開了一個國嶺嘛國嶺之後會變成一個生活上很 chill 的地方，還有捷運黃線。它在2034年預計落成，在落成之前，我未看先猜2028、29啦，捷運黃線第一階段就會通了。第一階段就是它現在那裡，所以它會先有捷運，然後後面慢慢落成。那你現在衝進去，你適合嗎？我個人認為說，除非你能忍受，就是到2034啊，不然的話，你可以晚一點再進去晚一點再進去，都是這樣的啦。你看到一個重大建設你就衝進去，那會發生一個現象。好，我問你。現在的這個澄清湖開發案跟高鐵進高雄，你覺得哪個比較厲害？這些東西都是很長遠的東西都是遠遠超過2032、33的所以自己判斷一下，不要看那個重大建設就衝進去。這個我未來時間接近了，我的會員影片一定也會拿出來拍。我真的是認為一般中產階級往後倒算5年就可以了啦。那這樣的話，你資金使用的效率比較高，不然你就像15年前進場買淡水，終於等到淡江大橋一樣，對不對？人家都跑3趟了。好，那你說我現在買比較便宜，對啊，可是你要多花4、5年的時間去買那個比較便宜的，我個人認為還好，你買略貴也沒關係，你買的這個穩定的確定性，然後資金上的使用的效率比較高一點，會比較理想。然後這個算鳥松區的北邊吧，那在南邊反正離仁武烤鴨已經蠻近了，還有一個小地區這不是什麼重大建設，我額外講的那個地方叫夢裡夢裡。真的在夢裡的夢裡，做夢的夢夢裡，哇，超級浪漫的名字。上次那邊買烤鴨，附近亂繞，我那邊繞，怎麼這個路名這麼漂亮再來我查過面，真的就叫夢裡。你住哪裡？我住夢裡，我靠，對不對？多浪漫啊！你房子買在哪裡？買在夢裡，我靠，人家以為你買什麼別墅豪宅，就鳥松區啦。然後他會等到這個光麥都更案以及捷運黃線，那未來的長庚也會越來越厲害。那靜觀其變那我個人還是認為先做特茂3特茂3很快就要馬上發酵，大概在2030年就會好了所以如果你現在有閒錢有子彈，你想要自產的話，我個人認為這個就先看看，然後還是先往蛋黃區移動，那邊就不是蛋黃區嘛那邊大概就是要蛋白區嘛，你先往蛋黃區移動先把旗子插在蛋黃區以後再說真的。